巴西的社会还是大男人主义，可是，在薪水方面是女人最大。你如果在这一方面都是想到你自己，巴西女生真的，来下一位，这是舒服吗？这是可以吗？这种会很卡，不如我先做完，下次再改进。不是。按赞、订阅、开启全部通知。您现在收看的是传播地频道。Hello， 大家好，我是传播帝。2022年是写真爆发的一年，然后今天要来开箱的是五羊的写真，欢迎五羊。Hello， 大家好，我是天五羊。五羊，你这次写真的主题是什么啊？我的主题哦，其实就是说真的啦，大家要帮我拍的主题已经说了很久，可是我一直都拒绝了。我想说主题在我的脑子里面大概就是稍微就是搂一点点的感觉的，对。可是后来呢，他们给我一个新的方向，就是说哦，这次不一样。其实拍你的写真集就是以你的兴趣为主要，我可以把我的历史用图案来讲我的故事的意思，对不对？对，他们说对，说好，太好了。我就想说，把我从巴西的时候那些经验，一直到台湾的经验全部累积起来。好，那我们就立刻来开箱五羊的写真到底长什么样子。好哦，这一张呢其实比较简单，因为其实有一点点军装的那个味道，对不对？对，其实这个服装它说是一个工作服。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很久以前叫《Grease》哦 ，John Travolta， 他都会开那个复古车之类的，所以他们的工作服在修车的时候就是长这样子，你知道吗？然后我想说，哦，那个太帅了，就是出了一点点意外，就是怎么了？你看到这边的墙壁吗？对，有钢筋跟一些碎的石头的感觉。这个墙壁大概快10米高，爬了这个墙壁，爬到最上面吗？到最上面，然后不小心在这边割到了手，还流血。可是有几张以后在写真集里面一定会出来，就是我跟的是单手攀岩的感觉，或者在上面拍，有一些不一样的角度。你真的很敢冒险这不是正式的攀岩的场地，然后你做攀岩的动作。可是后来有点后悔，因为后来那个伤口真的有点蛮大的哈。对，这一张的主题就是那个班子的第一张的相机。这个是摄影师的主题，就是你的兴趣摄影，是不是？摄影的历史是在泰国的时候，是我第一次在国外就是当模特，在曼谷。我这边拍来拍去，就发现就是我的手机出现一个 APP 的推荐叫 Instagram， 那时候 Instagram 都很早还没有人在用的时候。然后我一下载，你知道吗？网页全部是风景照，还没有什么那么多人的照片，或者艺人或者明星，都是风景。我是因为这样子开始对摄影有兴趣。所以你喜欢拍的是风景照？我一开始学摄影都是以风景为主，学了大概7、8年到现在。自己学的吗？还是有是找老师？没有，都是自己学的。这个也说是我也是第一次拍过这样的主题，不管是不是模特还是什么，因为连模特也比较会少拍这样子的风格，除非你在拍内衣。这边也是哇，而且是你自己手冲的咖啡吗？算是自己的咖啡，对。每天早上醒来都要喝一杯咖啡，一定要喝一杯咖啡才可以醒来。对，其实一个巴西人来说，其实咖啡对我们的人生非常的重要。真的吗？巴西人这么注重咖啡？我们是全世界就是出口咖啡的人最多的，所以你如果到巴西去了，你到处都是基本上可以喝免费的咖啡的。免费的，因为太多了。就像台湾，你到哪里去，大家帮你倒茶。就是巴西到哪里？对，我知道台湾乡下以前会有什么红茶奉茶，就是一个大的铝罐，然后就有水可以让你自己取用。然后这边也是都是在居家的感觉。有所有的写真一定都会有露出腋下的这个，我到现在都觉得这是个谜团，但是我觉得很好看。可是我问你你自己对镜子看你自己会不会？不会啊，我会。你会这样子？我没有，我大概会抓一下。就是抓一下头发，因为我习惯把头发稍微抓一下。那你是因为抓头发的那瞬间顺便看到？对。可是不会这样子摆镜子。不会。可是这个是很自然的一个动作，就是我平常刷牙的时候刷一刷就顺便整理头发。对，拍这个写真大概前1个月，然后我边换衣服，我在边吃巧克力。对，然后他们说，我说好可爱啊，为什么你在吃巧克力？因为我太爱巧克力。我们在巴西基本上只要不是喝咖啡，都在吃巧克力。对啊，你是一个很需要咖啡因的人，没有咖啡就开始发抖咖啡因上瘾。这个我觉得蛮可爱的，是代表
因为我对运动是真的很喜爱，很喜欢。然后我想说，这个内裤是可以称为就是可能一个人在家里，就是没有人在看，我可以自己穿最轻松的打扮的感觉。哦，这就是火舞的表演。火舞的表演真的你是蛮难的。几岁开始学这个表演艺术啊？那时候刚好是在大学的大一、大二。对。然后我开始学这个是因为我看了一个太阳马戏团的影片，我觉得火是最能控制的一个，就是最难还是最可以？最难控制的，它是最业外，你知道吗？而且就是看起来很危险。那我真的也很危险。对，那我就想说，我就是要控制它。我花了大概8个月的时间，每一天苦练，苦练到我的手指头那时候都是流血。所以那时候这个影片在巴西算是爆红。然后我就是在我的城市，就是找到了大概其他的3个朋友，我们就成立了一个火舞团，就开始到处表演，而且都接得很大的 case。这也是在火舞的内容里面吗？对，火舞的内容。那你们吞的是酒精，是不是？喝的饮用酒？没有酒精，不行。先跟各种朋友讲，你如果先不要乱喷火，如果要喷火，千万不要用酒精，因为酒精它那个爆发的速度太快了，然后可能会烧回来自己，它一定会往内，所以你一定会炸开。所以我们基本上在喷火的时候，我们基本上会用那个煤油，因为煤油它需要很热的温度才可以点火，不能用酒精，很危险。对，很危险，大家要记住哦，不要自己冒险。所以这个的难度是要刚好那个火的尾巴跟那个火的线不会打到我的脸，你的脸。那这个的难度是风，你是我看过最高难度的写真哎，不是吗？对啊，写真会融合马戏的元素了。好像是第一对啊，写真是真的，你这个应该对放到里面的当元素。好，就是洗澡了，大家会洗澡了，可是大家都会洗澡。可是洗澡，我觉得还是想办法把洗澡这其中拍的不一样。对，因为我也是摄影师嘛，就是只要拍到水，所以很能拍。因为如果好多颜色的话，你其实看不见水。有我这样看得清楚水的那个线条跟它洒溅出来的痕迹。对，因为只要你把它变成黑白，水的白跟任何身体的都会跳出来。这是舞蹈吗？不是舞蹈，就觉得开始跳芭，对啊，我就觉得你要开始跳芭蕾了。对，很像芭蕾的教室这样，现代舞的感觉。对，这个是我拍写真的第一套衣服。然后这个其实我们还在说是在暖身，因为我们那时候这个摄影棚这边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窗户，我看到我阳光这样洒进来，很漂亮啊。可是因为那个窗户来的阳光还不是摄影师刚好要拍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等那个时间到，然后我就开始一直你知道吗？练功做气功，我是做现代舞。那他刚好找到了一个角度是，我觉得是那个光是刚好达到我的整个身体的那个线条。这一套其实我跟下有2张吧，对不对？吸血鬼的概念吗？有点像。可是这个是我记得我很久以前去拍一个，我忘了在哪里，香港还是泰国。其实这个是个外套，可是我是穿到一半，然后那时候第一次穿，我觉得哇，这个就好特别哦。我当拿那个衣服觉得好难看，一穿下来我觉得不一样，好合理耶，这个就是还可以。这就是时尚的厉害的地方。对，一个没有逻辑、没有合理，穿下来，OK， 就很不错。那我这一次就想说找一个像以前类似的那个感觉，对，就找到了这一套。这个也是摄影师的一个想法，我觉得很不错。这个很好看哎。复古的电影的感觉，对。然后因为我平常拍照的时候，我都会用自然光，可是那一天的摄影棚，那个摄影师抓了这个一个打光的一个东西，它前面加了一个 filter， 就是遮掉，就会变成这样子。对，它突然出现这些线，我觉得好特别，好漂亮哦。这个是该不会是全裸吧？我本来要全裸，我本来是要全裸，我说没有，可是我可以全裸，我说一定要裸就裸，可是摄影师跟我说不用裸了，因为你裸不裸你。用这个都遮不住吗？就没有，不是裸不裸帽子遮住都一样啦，这是一本那个充满了马戏元素的写真，我觉得非常的厉害。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第2个单元，就是快问快答2选1，你不能思考，要立刻告诉我答案。来哦。好，第一题是一个人很孤单，还是一个人好自在？一个人好孤单，一个人好自在啊。一个人好自在。那挑逗猎物还是直接扑杀？挑逗猎物啊，各种提问还是默默苦干？什么意思？就是
比如说你在做某件比较害羞的事情的时候，你会一直问对方的感觉，还是就是埋头只做自己的事情？我会先做这事情，做完之后再问对方。好，好，自己先抵达还是对方先抵达？没差，就是你先快乐还是他先快乐？一定是他先快乐。OK， 然后抱着睡还是转过去自己睡？可是他是短发还是长发？如果他是短发抱着睡，好，长发会死。认床还是不认床？认床。你刚说一个人好自在，所以你不需要常常跟另外一半黏在一起。我觉得应该是说，如果你是在跟一个人交往的时候，每一个人就好像这样是一个人的世界。我这边是一个，比如说我是地球，他是火星嘛，我们都算是各有自己的地球，可是我们碰在一起，我们就会成为中间的另外一个新的月亮。那个月亮是我跟他两个人的自由空间，我们可以在这个月亮就是聊天、谈恋爱、做任何事情。可是我们分开之后，我们还有各自的地球跟火星。没错，就是我有3个空间，你的、我的跟我们的。对，想要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就是我们的，我们就去我们的那个地方。没错，对，没错。好，你的回答好有哲学，好有深度哦。因为我的中文不好，所以我只能用。不会，可是表达得很清楚啊。好，那挑逗猎物还是直接扑杀？你是挑逗猎物。我们如果太刺激的话，女生就会直接 say no， say no， 对，就拒绝你。因为巴西女生不喜欢当男生，巴西男生也不喜欢，就是当对方的多一个。我们要最少花一点的时间去了解，我们是跟谁在聊天，跟谁等一下要干嘛，所以一定要先有挑逗的时间，不管是有趣还是正常的。都是要先有一个沟通，就是慢慢来，对，一定要先融入他的生活，或是让你融入我的生活，看看那个感觉怎么样，再决定要不要往下一步。没错，没错。然后各种提问还是默默来，所以你就是反正先做完再提问。因为对，因为我觉得事后检讨一定要这样子。比如说你如果在那边忙你的事，然后忙到一半，这样子舒服吗？这样子可以吗？这种会很卡，不如我先做完。我先问，下次再改进。不是，先把哪些事情搞完之后，搞定了，再问他我又做什么事情让你不满意还是不舒服什么？开心的不开心的，以后就再对嘛，下次再微调。对。然后自己先快乐还是对方先快乐？就是对方。这个一定要对方先快乐。这个我们巴西人生压力很大我跟你讲，超大的，这个台湾差很多，应该是说。不要说台湾，全亚洲地区，你应该同意就是比较大男人主义，对不对？对啊，比较大男人，所以应该说亚洲女生，包括台湾，她们是比较小时候长大的，已经有这个概念，就是要先让人生舒服。这个想法在巴西刚好是倒过来，相反的，巴西的社会还是大男人主义，可是在性这一方面是女人最大。所以你如果在这一方面都是想到你自己。我跟你讲，第2次的机会就没了，可能会有了。巴西女生真的很可能到，拜下一位。所以你一定要搞定，让对方开心，一定要你才会开心。哇！你如果先开心，我跟你会辛苦了。好，我了解了巴西的文化了。OK， 那抱着睡还是转过去自己说？你说要考量头发的长度，为什么？因为比如我喜欢抱着睡，我说实在喜欢抱着睡。可是你如果抱着睡的时候，如果女生的头发真的太长了。你没办法呼吸，真的，就真的会在埋到他头发里面，这个埋住，真的太可怕了。那我以前有一次是跟一个很短发的女生就是交往，那舒服多了。最后一题就是认床还是不认床我们刚私底下有先聊这一题，他给了我一个非常长的科学的答案，我们现在来听听他怎么讲。就是这个我最近在研究，这个有一个报告出来，就是说，因为我们人类的在这个地球的历史很长，对不对？对。那很久以前，我们人类还在打猎的时候，可能住在一个大洞里面，还要自己开火的。其实那时候我们很辛苦因为我们要睡觉的时候，我们不能100%的睡觉，我们的脑袋就是可能像一个海豚一样，或者一只鱼，就是半睡觉，可是有一个部分还一直醒着。可是呢，后来我们就开始发展越来越好。其实我们就开始有自己的家，可能开始有门啊，有床什么的，所以我们就发现这个地方其实很安全。只要我们的脑袋发现这个地方安全的时候，代表这个地方很熟悉所以睡觉的时候，我们的脑袋会快速放松，然后入睡，就是很深睡，深层的睡眠。可是呢，如果你又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不管这个地方多安全，你的脑袋不过这么说，它还是会把你自己放在一个危险的状态里面。所以为什么后来研究出来，为什么好多人连旅游比如说去个5星饭店，明明很高级，睡不好，超高级，那个床多大，king size， 还睡不好，没办法睡，都是因为这样子。因为你只要到一个不熟悉的地方，你的脑袋还是会到。这其实是动物的本能。对，我们的是一种功能嘛，脑袋的一个功能，自保护的。所以认床是，当然大家平均来说都是会认床。对，而且不管你是到哪一个谁的床，都会认。好，那最后再请吴阳跟我们讲一下你的写真要怎么购买。31号嘛，1月31号就会出现了这些所有平台。OK， 然后是电子写真。好，那传播地频道，我们下次见喽，拜拜，拜拜。If you like this video, like it and share.